OK，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很荣幸请到一位将近100万的 TikTok 博主来跟我分享关于他的一些灵异事件。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Alden Chan， 然后你们可以去 IG 还有 TikTok follow 他。他是老师，但是他的粉丝呢有将近100万，他也有做很多的品牌代言，所以你们商家谁要找他代言的话，可以直接去联系他。很奇怪了，我们的缘分就是在网上发生，因为我应该回来英国一段时间了，所以也没认识，因为我毕竟不是网红博主出身，再加上长期不在马来西亚居住，所以就算是一个缘分，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可以就是从中可能大家都可以跟老师学习一下，你是如何从一个老师变成 TikTok 博主呢？因为我觉得蛮好奇这个是如何发生的，而且这么多个 followers 是很容易做的嘛？因为我个人认为我的 TikTok 做的不好就很难能够涨粉的这样子的情况。起初呢，我是一个很爱演戏的人，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我 Form 5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些选秀节目啊，以前在NTV7 有什么新的诞生啊，有一年的那个我也有参加一个节目叫做非常演员，在8度空间，然后我本身就是很喜欢演戏的人，之后因为一路来都无法去实现我的那个梦想，然后我就透过这个 TikTok 的管道，起初第一个是 YouTube， 然后 YouTube 那时候那一个年代的时候是林碧荣他们，然后有 Dennis 林明啊，然后之后就 Bryson 他们，我算是蛮早的，黄明志、林碧荣他们那一批，那时候我就 try 咯，拍摄咯，就是完成我自己本身的那个梦想，然后之后就把我自己喜欢爱好演戏的那一个爱好演戏的态度，就是我喜欢演戏啦，所以我就把我的视频放上网。为什么我忽然间会有100万？还没有到100万呢，其实900多千这样，900多千，然后我就那时候 MCO 我就一直拍哦，然后但是拍 TikTok 哦，它可以把你从一个好像你本来长得不怎么好看的人哦，因为它可以用 filter 把你 filter 到整个人脸瘦瘦这样子，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我感觉以前我看回我以前的视频，我有点接受不到，我整个脸很尖啊，头很小啊，这样子啊，然后就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式。没有了，我觉得你还蛮帅的啦。真的吗？不好意思，我真的稍微吐槽一下，就是 Malaysia standard 来讲的话，还算帅啊。在国外的 standard 是高很多。我不是讲你长得丑，开玩笑。没事，我就是喜欢你的这个性格，就是你讲话很直接，得罪人很多就是蛮伤人的，有时候讲话。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缺点，但是你这样子的人就值得深交，因为你不会去好像拐弯抹角。我不是心机，我也不是绿茶。对，你很直接，你觉得这个人，你看到这个人做得很不好的话，你就很直接的批评啊。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可能这个性格是很难生存，因为每个人都是那种恭恭敬敬，然后很喜欢讲客套话、表面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看吧，能接受我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话，这样我也不能就是 please everyone. It's not my cup of tea. I'm not here to please everyone. 我忘记了我们是怎样认识了。我亲自找你。你是找我聊天吗？对，我信息给你，因为你算是我的偶像，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就看到你跟那些 Hishiko 啊，这些其他 YouTuber Inside 他们拍很多那些灵异事件的影片，然后我就刚才你有听到一声吗？没有，就是好像那个珠子的声音。没有，等一下我们可以回播看一下。哦，他们是欢迎我是吗？你家的？你有看到吗？没有注意，但是我觉得我一般我们讲灵异的事情都会有其他东西凑过来听，可是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听罢了。哦，明白，好的，这样子我就放心了。其实你也帮助到我很多啦。为什么我讲你帮助到我很多？就是你在这个疗愈方面，就是那个群体疗愈是吗？真的是，不然我一路来我都睡不着啊。
很难睡。你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有那一些像刚才有听到珠子的声音，然后有时候你睡到一半，你会听到有人踢你的床、敲墙壁，门忽然间有砰一声这样子。然后门是关着，突然间砰一声啊！是的，是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问题的？然后这个家里的这个灵异的 activities 总共开始了多久？其实我坦白讲，我自己本身是有中过一些邪术，然后 after that 我中完这个邪术了之后，就开始逐渐的慢慢会遇到这些灵异事件，例如走路走到一半，忽然间你旁边你会看到，像我是在那个 car park 要 scan 那个 access card 的时候，你会眼睛旁边会看到有一个，那时候是我看到有一个是矮矮的一个好像阿伯这样子的，它是黑灰色的，你会扫到你以为有人在旁边，但你看过去的时候是没有人的，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是年初一，因为今年我没有回家乡过年，我就去朋友家了，然后我就聊天了，忽然间看到我的左边，印象最深刻的，他从那个墙壁这样子走出来，那个身高是蛮高的，大概180到190之间，他没有头发，他戴着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帽子，然后就穿过我朋友的那个书房，那个书房是关着的，就穿进去这样子。你是眼角看到还是直接眼角？你是用直视的时候看不到的是吗？直视我看不到哦，眼角才能看到啊，对，我眼角才能看到，有时候会扫到。所以是大概几年前你中邪术过后很久了吗？我邪术的时候2014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哇，10年了啊，2014年。应该是师父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过后，你就开始好像打开一些东西是吗？是这样子讲吗？其实我也是想要问你，是不是？因为怎样讲？因为一般有接触到邪术，你就算解了过后，可能它会在你身上留下某种的印记，就好像你割伤了过后，你会留下一些疤痕之类的。但是这个疤痕已经痊愈了，已经影响不到你的所谓的这个身体，比如说你的手掌割伤，只是有个疤痕罢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原本就很敏感的，就是可能你原本就是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你因为这件事情过后，他就把你打开了你的一些东西，然后就算你被治好了，然后还留下这个印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可能就是从2014年的那个事故开始，你就原本敏感体质的你就变得更加敏感，是这样子。对 ，OK， 明白。然后这个你看我以前的手机这个是 Samsung Galaxy Note， 然后在2014年12月24，我也是有录到那一个声音。这个是那时候我租的家，3层楼，最上面一层，那时候每一天就会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天花板类似好像指甲的声音啊，下下。哦，你是在楼顶啊？啊，对，我住在楼上，然后3层楼那一边，它的外面那边有客厅，然后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一出现的时候，这个是12月24号之前还有很多总之每一天听到，不然它一下出现的时候，那个门就会抖到这一种程度，它好像震动这样子，类似有震动，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个客厅那一边听到有东西下来，它会这样子这样子的声音。其实你会听到那些滴滴答答的声音，好像有动物在那边爬行。是的，就每天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可是你住在沙湾，你没有怀疑过这个是动物吗？不是，那时候是在 KL 发生的。就是你有去检查确认了不是动物？确认了不是动物。我去检查的时候是跑去 Cheras 一间那个神庙去问，那边有一个师傅，我忘记是什么师傅了，他就讲说我的家肮脏，上面有东西。我就那时候一听到肮脏的时候，我其实心是蛮紧张的，会害怕的，会有那种恐惧的，然后就每一天晚上就会一直发生同样的事情。其他室友呢？那时候没有室友隔壁有一间是另外一个姐姐来的，然后她是住在隔壁，然后她也是有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就以为可能只是动物，对，
老鼠啊，对，那个屋主讲是老鼠，哪里有可能老鼠这样大只，乒乒乓乓，然后忽然间那个门会动，不可能的嘛。然后你楼下不是有住人的吗？因为你有3层。3层对，楼下就是屋主哦，屋主没有听到的，屋主是觉得我胡思乱想。如果我这样子去随随便便跟人家讲的话，人家就觉得我是神经病，所以我不太敢去乱讲。除了那一些好像比较相信的朋友啊，你跟他讲啊，但是多数的人他们不相信的，他们会觉得你胡思乱想。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的确是胡思乱想，可是也有一些人是真的被灵异的事件干扰，所以不能排除这个 probability。但是我一般都是蛮 skeptical， 就是因为现在实在太多人是胡思乱想，所以我是很直接告诉人。但是我看你个案做一些整理过后，我觉得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的确有这种灵异事件发生，而且能够看得出你就是之前有中过邪术之类的。就是你在疗愈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对，还有在通灵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中过邪术的人是有一个 trace record， 你可以就是知道他曾经中过还是怎样，这个是很难解释，是一种信息吧。所以搬离那个原本你以为是那个家，但是过后你就搬离了，来到现在这个家吗？不是，就搬离去另外一间类似也是这一种主屋，它是 apartment， 就搬过去那一边。搬过去那一边了之后就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是那一边就它的环境没有怎么好，虽然是比较便宜一点。之后就住了一段时间，就搬来这边。搬来这边了之后，又开始遇到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听到门的声音啊，有砰一声啊。你说你家里有放 CCTV 就 record 到啊？啊，对对对，我有放 CCTV，然后有 record 到那个类似好像白色的那个，那个是 Ops 英语教。是那些东西是吗？一般科学来讲，就是有能量球出现的时候，都是对，西方是这样子讲。那么你现在看我现在这边 OK 吗？我觉得你自从做了那个群体疗愈，气场好点了。之前我第一次跟你连接的时候，哇，我不懂你发生什么，反正我觉得就是气场很低，而且我能感受到你经常被干扰，很乱，我这个人超乱的。再加上我觉得你是原本就想很多的人。对对对对对对对，例如你一跟我讲哦，那一天，当你好像有跟我讲说，你有试试看过来看，你用你的方法啊，你用方法过来看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接受你的疗愈啦，然后你就讲说我的家这一边是吗？对，其实是你的问题，不是假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因为你有修佛，然后再加上之前的经历种种，我觉得之前那个经历了，其实是你必须经历的阶段。就包括你给认识的人中了邪术过后，就开始了可能你的一些应该发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从小体质是蛮敏感，属阴的一个人。我还没有看你的八字，但是我觉得你八字应该是属阴了，感觉上是这样子。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觉得这些经历都是让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挺怕这些东西，蛮胆小的，其实是不停的给你在壮胆嘛。然后你跟我说，你跟观音娘娘也有一个缘分的，对吗？对，怎么样的一个缘分？那时候是中了那个邪术了之后，就我的朋友他就带我去他的姑姑的家，因为他姑姑是观音娘娘来的。他本身我那个朋友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还好有他。那时候是有2个女生，这2个算是朋友来的，但是比较少接触，因为那时候他们看到我的情况有一点不太对劲，觉得我的整个人是很暗的，他们看到的我是很暗的，很奇怪啊。那时候我是在学校，我在那边流泪哭，不由自主的哭。对，我在用餐室那边哭了之后他们就发现到可能我是需要帮助吧，然后他们就带我咯去他的
姑姑的家，姑姑是在斯伦班，然后就那时候就开始跟观音娘有缘，我有给观音娘娘做开孙啊。哦，你是做开仔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要讲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就是他们认为有使命的人都是要成为神的代言人，又或者是你要成为一个能力者出来普度众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从比较科学一点的方式来讲，就是这个可能是你的使命，但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就好比你现在是教老师，你是教中学还是小学？我教小学。小学，对。其实这个为人师表的一个职业，就也是在普度众生啊。你要想一下，就是孩子们他们是一张白纸，然后通过一个好与不好的老师，会对这个孩子影响很大的。我记得我的中学的英语老师是很烂的，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他我要去英国深造，他第一件事呢就是跟我讲，去英国深造要很多钱，你们家能负担得起，意思是讲我们家这样穷能负担得起。但是为了证明他错了，我就是会有想尽办法去外国深造，所以就造就了我今天。我不懂要谢谢他还是我应该谢谢他吧，就是因为他不讲这句话的话，也不会就是 force me to do this。然后，其实神明并没有要每一个人成为什么神的代言人。就算你今天要成为神的代言人，你也可以从你身为一个老师这一方面去教学生，这个也属于在普度众生。你教好一个学生，影响了这个小孩一生。你看现在有很多那种视频，什么虐待学生啦，然后再不然就是惩罚他们，然后丧命的这种个案，你就有看过不少。所以你一个不好的老师会影响一个小孩的一生，可以这样子讲吧。所以你这个职业其实也是在普度众生，不是每一天到晚要什么除邪术抓鬼，这个才叫普度众生。其实这个所谓的普度众生是可以 apply into day to day life， 然后就是 in a more scientific way。 就算平常的那种什么医生发明了这一个所谓的 cure cancer 的这个药物的话，然后可以直接让人类不再中 cancer， 这个其实也在普度众生啊。因为我们的时代变了，以前那个年代你要普度众生真的是要去上山修仙，现在已经是高科技 AI 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普度众生，这个方法要改了。所以我其实总结一下你的这个东西，因为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做好事，然后你在教导一张白纸的小学生们，让他们以后 prepare them for society， 就 prepare them for 这个邪恶的社会，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童年。 In a way， 你这个职业也是蛮伟大的。然后其实你10年前开始的那个奇迹，然后你开始修佛，也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可是我们不用太过刻意的就是害怕他们，因为他们存在是在他们的空间。可能你的所有的经历发生都是因为要 prepare 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怎么说呢？原来众生除了我们人类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其他的，他们也其实没有那么害怕。我记得你第一次来联系我的时候是心情每次很紧张，然后讲家里有灵这些，然后自从我跟你就是接触了蛮几次过后，你现在还有同样的恐惧感吗？你会觉得原来那些灵也没有这么害怕，对吗？对对，现在完全没了。如果你讲说完全没，是可以讲说是90% 这样子，完全去真的是完全没有能够接纳。对，就是觉得其实他们也没有这样恐惧，对吗？是，就是这样很感谢你啊，真的是很感谢你的这个疗愈，真的，如果没有你这个疗愈的话，我不懂现在是怎样真的很感谢。我觉得也是奇迹的原因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找到我是因为他们时间点那个契机到了，不是因为我
治好他们，是因为他的那个机缘，就算不是通过我，或者是通过其他人，他们也会治好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你有很多可以教导，就是年轻的一代，因为毕竟现在年轻的一代跟我的那个年代是很大的一个 generation gap。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下一集将会讲到的。什么才叫疗愈？然后现在小学生他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比方我们就是结束这一集，然后你有什么要 sum up 你的，或者是要总结一下你的这个灵异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就是你的一些video 啊 voice mail 啊有录到的景象啊，然后 voice 都放出来，然后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你这一个经历让你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成长吧。总之我的感想就是，其实当我接触了这件事情之后，让我有机会去接触那个佛法，然后我们人要多多行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有机会去懂得去学佛念经，然后我们做人就是要懂得日夜行善，行得正坐得端，身正不怕影子歪，就是这样子。像我讲的，今天我们其实把修行生活化就行了，就好比你教的学生，如果他们可能有某某家庭的因素影响到他们学习不好，然后你就会更加努力的给他补课啊，还是从不同的方向来帮助他，对吗？其实这个也算是修行啊。做布施啊，这个是叫无畏布施是吗？因为布施有分3种啊，有分法布施、财布施跟无畏布施。法布施就是那一些好像你之前采访过的那个叫什么马化师兄，对，马化师兄是 more on 法布施。然后如果财布施就是钱财的，我们给钱财帮助那一些有困难的人。然后无畏布施呢，就是类似比如说你伤心啊，你难过啊，这些啊，教他不会一些东西，你开导他，这个叫无畏布施。就是引导一个 lost soul 就是迷失方向的灵。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算因为未来你的使命也是在普度众生，只不过不在玄学，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实我觉得你这些经历将会提升你以后要更加好的去教导你的学生，就是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你都是以一个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引导他们的这个角色去帮助他们。所以你看现在敞开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对吗？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就算是在普度众生，也不一定是神的代言人，你也可以有其他的 title 来去 execute 这个 action。 好啦，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谢谢 Elden 你抽空，然后下一集呢，可能我们需要讲一下现在年轻的 newer generation 他们有的 challenge， 你身为导师觉得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帮助才算适合的，好吗？ OK， 哇，真的有点，我觉得我应该比你紧张，因为是我很少就是这样子 talk show，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啊，我把我的第一次献给了你啊！真的，我通常是没有接受这样子的采访。短视频会容易很多吗？短视频比较容易啊，因为可以自己先 set 好那个剧本嘛。有这么容易？对，比较容易。我反而觉得做短视频我很辛苦嘞，我想不到什么东西要讲的嘞。但是短视频反而比这个这样子podcast 更容易。你看你你一下讲的时候，你一直讲，你好像那个辩论员你很厉害所以我要做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还蛮辛苦的。好的，然后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将近100万的博主来分享他的个人经历，然后这个 video 你们也会看到，还有他的一些 voice recording。好吧，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然后下一集呢，我们要开始说的就是关于现今社会孩子们的一些烦恼啊，然后你也告诉我，这小学生，如今的小学生也有抑郁症。我不懂，这个是可能不一样的年代，就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根本就不大会去理解自己的心情还是什么的。好吧，谢谢你来参与我们这个 video，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Alicia， 拜拜。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